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九。上一期我们分析了干脆利落果断的水师无度，今天来讲讲被水横天捧在手心里的弟弟施清玄。施清玄是我看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配角，他有着和谢莲一样的正义内核，却也和谢莲一样被命运作弄，从天之骄子跌落凡尘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风师大人有点像谢莲在书里的一个对照人设。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风师。风师清玄也是上天庭五师之一，水师无度的弟弟，是沉疴难愈的上天庭里难得一见的清流，清风过境就能扫除阴霾，是谢莲在上天庭里为数不多的朋友。风师大人天纵奇才，风师大人风趣潇洒，风师大人正义善良，风师大人年方28。施家一门两飞升，风师出手豪横，一掷千金。自家哥哥顶着水横天的名号，手里有钱也有权，无论施清玄做什么，总有一个靠谱哥哥给他兜底，所以他可以正义潇洒，不畏强权。谁都不敢管半月关的事，他敢管；谁都不想和谢莲结交，他觉得谢莲行事对他的胃口，就可以出手帮他。那如果自己得到的一切优待都是以另一个人用全家的性命换来的呢？如果飞升成神不过是冒名顶替，自诩潇洒的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呢？风水二师飞升之前生于豪门大富之家，施清玄是次子，出生时举家欢喜，施粥行善。当时有一位算命先生喝了他家的粥，给了施清玄一句劝告：行事不得张扬，不许出风头，低调做事才能平安一生。施家人却没放在心上，反而觉得忌讳，当场把人赶走了。然而在施清玄的出生宴席上，所有人都高兴的时候，传来了一句：不得善始，不得善终。施清玄惹上了不得的东西，这怪物叫白化真仙，会在人遇到喜事时发出诅咒，而发出的诅咒往往会成真，人们由此而生的负面情绪反而会变成白化仙人的养料。而施清玄撞上的这只是岁数最大、道行最深的一只，被叫做白化真仙。被他缠上的人都是一生传奇的大人物，他眼光毒辣，道行高深，被他缠上的人往往都是自杀这一个结果。最后施家将施清玄扮成女孩子养大，才平安10年。10年后，施家衰落，施清玄跟着哥哥施无度离家修行。有一天上山给哥哥送饭，一时内急，直接给白化真仙撞破了身份。施无度因此苦修狠冲了数年，一举飞升，直接将施清玄提到了中天庭。没过几年，寒露前夜，施清玄饮酒时遇到恶霸欺辱村民，随手将杯中美酒倒下，酒水竟直接将恶霸打晕了。少君清酒，机缘之下，施清玄直接飞升，从此真正摆脱了白化真仙的纠缠。但是就如此简单吗？大家都不免觉得奇怪，将军折剑，公主自刎，少君清酒，太子月神，4大名景都是广为流传，为人津津乐道的。但这名景之一的少君清酒，是不是有些太过简单了？单单只是惩治恶霸，就得以栖身4大名景，甚至得以飞升？如果同一个寒露前夜，在施清玄得意飞升之时，有另一个姓贺名玄的书生，他聪慧异常，却厄运连连，明明努力生活，却被命运作弄，家破人亡。他在同一个寒露前夜砍死了所有害过他的人，最终力竭而亡。同一天，同样的8字，同样名字里有一个玄字，一人飞升成神，风光无限，另一人在血海中挣扎求生，最终与恶人同归于尽。如果本该飞升的人就是贺玄呢？他本该母慈子孝，本该举案齐眉，本该高中金榜，本该儿孙满堂。但在那个寒露前夜，姻缘颠倒，乾坤倾覆，一人风光飞升，一人永远合上了双眼。要说不恨，谁能不恨？但错的人就是施清玄吗？他明明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作为整个事件的既得利益者，他单纯善良，风趣潇洒，甚至正义出头，扶贫怜弱，对抗世道不公。他被哥哥保护得太好，他还是个少年。但是少年总要有走出屋檐，面临风雨的时候。
当风师得知一切的真相之后，发现自己身边最亲切的朋友有那样的过去之后，发现自己和哥哥才是罪魁祸首的时候，他该怎么做呢？再来说那句话，天官是为了逼角色在极端情况下做选择。对于风师大人来说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亲情，一边是从小到大一直陪着他照顾他的哥哥，一边是心底真正认同的代表正义之道的友情，该怎么选？不知道怎么选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哥哥不负亲，无论怎么选都是输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施清玄在黑水岛上态度一直在摇摆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想补偿明凶，但他又放不下自己的亲哥哥。无论哥哥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护他周全。他作为既得利益者，他没有任何责怪哥哥的立场。这次轮到他来保护哥哥。风水二师的兄弟之情也是真的好。施清玄在哥哥渡劫的时候说的是，我就是死了，尸骨烂了，也要在我哥渡完劫之后再被挖出来。他得知自己飞升的命格是哥哥换来的时候，虽然崩溃大哭，虽然状似癫狂，但还是没有把哥哥做的事情捅出来。这一次他无法再像之前一样正直无畏，这一次他身在局中。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，是施无度做出了选择，激怒黑水，让黑水拧下了他的头。但是施清玄就是懦弱的吗？我认为不是。其实在听广播剧的时候，风师大人的犹豫纠结让水师的风光一时盖过了风师，但我觉得风师并不是懦弱的人，他现在经历的就是谢莲曾经经历过的，从云端跌落凡尘。但是我们来看风师的做法，施无度的选择是干脆的死亡，但是施清玄选择了活下去。即使没有鹤玄给他换命，他还是断手断脚，甚至混迹在乞丐堆里，穿破破烂烂的衣裳，过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生活。这很容易吗？他如果想死，随时都可以像哥哥一样自杀，但是他没有，他选择了活着。即使面临挫折，即使满身泥泞，他依旧愿意面对，勇于直面困难，勇于苟延残喘。这并不是怯懦，他甚至苦中作乐，和乞丐照样做朋友。风师大人依旧是朋友遍天下的风师大人，做了乞丐又如何？断手断脚又如何？在逆境之中，我自岿然不动，未尝不是一种勇敢。身在无间，心在桃源。施清玄也是真真正正贯彻了这句，他想做什么样的人，想做什么样的事，从这时才正式开始。最后他已经不是上天庭神官，却依然用着风师扇，依然带着乞丐朋友来帮谢莲的忙，比大部分神官都要好上太多。我看到很多朋友问风师大人还能飞升吗？还能继续做神官吗？我觉得真的不重要。对于施清玄来说，重要的是此刻，谁能约束一阵风呢？清风只要自由潇洒就够了。关于双玄和风水地副本，我最意难平的人就是风师。白化真仙选上的是他，可他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他什么都没做错，可他偏偏最不无辜。如果没有哥哥给他换命，他家破人亡之后又能去怪谁呢？鹤玄还有一个罪魁祸首施无度来报复，那施清玄呢？干掉白化真仙真的能让他解脱吗？不过这也是我喜欢风水地副本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一切都是命运的无常，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，他们三个是真正的无解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找不到逻辑漏洞的虐相副本。好，最后来说一下双玄感情。鹤玄对风师大人的感情我们放到下一期讲鹤玄的时候说，这期先只说风师对鹤玄。我们知道风师大人很喜欢交朋友，可以说是朋友变仙都，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首先想起来的一个是鹤玄，一个是谢莲，甚至他告诉太子殿下只能做他第二好的朋友，因为最好的朋友是明凶。施清玄和谢莲的内核有多相似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。那么鹤玄呢？两个人能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成为你在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要向他寻求帮助的朋友，是一定有相似之处的。或许是机智聪慧，或许是正直善良，或许是不同流合污，或许是恣意潇洒。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如果没有白化真仙的问题，双玄肯定能成为最好的朋友。但是一切没有如果。鹤玄被施清玄打动了又怎样？做了那么久的朋友又怎样？
他们之间横亘的是一家五口的血海深仇和哥哥的性命，这里面并没有输赢，也没有对错，因为枪响之后没有赢家，谁也不会妥协，谁也不会放手。明明彼此都知道我们可能是至交好友，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有朋友问过我怎么看待双悬，他们可能是爱情吗？他们有可能重归于好吗？我觉得双悬首先是友情，但是羁绊过于深厚，以至于有读者觉得他们超过了友情的界限，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是友情比较好磕。至于重归于好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交给角色去做选择，因为意难平的是我们，觉得他们很可惜的也是我们。我们无法代替贺玄原谅施清玄，也无法代替施清玄忽视发生的一切，所以我们只能是祝愿，即便此刻相逢陌路，但数年之后他们会不会一起合作，会不会在下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起组队，这谁都说不好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双悬这道窗口已经不会再恶化下去了，他们已经剜出了腐肉，敲掉了坏骨，所以从此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是往上走的。最后来说一下施清玄的人格分类。根据网站显示，施清玄的 MBTI 是 ENFP， 9型人格是7。7型人格的基本恐惧是害怕被剥夺和陷入痛苦，他的基本欲望是寻找成就感。这个类型的人格是以好奇心、乐观的态度和冒险的精神来面对生活的，他们期待去体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大胆而且活泼，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就像施清玄一样，非常乐观，非常有活力，好像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把自己的思维转到积极的一面。在黑水那里情势那么危急的时候，风师还能磕一把花莲，吐槽一把裴明，而且他还会把自己的喜悦情绪感染给周围的人。每次风师大人出现的时候，心情真的都会变好。不过这也让剧情走到虐的时候更加心疼风师，他就是那种如果生活给你柠檬，那就拿它来做柠檬汁的人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一期我们来讲风水地的最后一个人贺玄。喜欢这期视频和喜欢我的分析的，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哦，特别喜欢的也可以给我超级感谢，这里是感谢名单，谢谢各位的支持啦。那我是小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